朋友们，昨天呢，我们讲到，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在进行一场被小我控制的角色扮演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再深入地讲一下小我，以及如何解除小我对我们的控制。首先，什么是小我？小我就是由心智构造出来的一个自我感，也可以说就是一堆思想。这些思想组成了我和我的故事。由于你对本体的遗忘，以至于你完全认同了这个自我感就是你自己。因为小我是由心智虚构的，所以本质上小我就是一个幻象，一个虚假的念象。所以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小我、假我、我执等等。由于小我本身的不真实，所以它需要不断地为生存而战，必须依靠不断的认同才能得以生存。否则就会有失去自己的风险，这也是小我恐惧的主要来源。大多数的人呢，对他们头脑里的声音是非常认同的，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思索，不停地对事物做出诠释和理解，还有好恶喜厌的评判等等，只要能想到的，都可以在头脑中演绎，除非你是对当前正在做的事进行思考。不然这些思考大部分都是毫无意义的。但是小我不会这么认为，他认为是不可缺少的，因为这样才能使它存在。一旦停止了思索，小我就没法存在了。而且就算你已经认识到那个思考者不是你，你可能也还是无法觉知到你的大部分思想，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，你是与他认同的。你完全是无意识的状态，只是偶尔会有清明的一刻。当你发现自己在思考的时候，你就是有意识地觉知到思想了，然后很快又会回到思想序流里面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当我们完全与小我认同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本质，在小我模式下生活，以满足我为目的的生活，这样就会让我们和世界产生分离。这种分离就是所有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。小我不知道万物本是一体的真相，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实都来源于同一个本源，而分离才是幻象。当你对一件物品说是我的时候，如果这件物品可以提高你在别人或自己眼中的身份感，你就对它完全认同了，包括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在别人面前显得更优越，我有而别人没有显得比别人多等等。这就是对事物认同的基本模式。事实上，这些物品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著，可能只有一些简单的功能，但是在你认同它时给予了它身份，它在你眼中已经升值了，而且升得还很离谱。它变成了你的一部分，你对拥有它有着很大的成就感。如果这件物品被夺走，或是遭到意外使你失去了它，你就会感觉好像是你被缩减了一样，你的自我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缩减。如果你还是无法放下它，那你就会痛苦，直到有新的事物取代。事实上，每件物品最终都是会失去的，你越认同于它，在它离你而去的时候，你就越会痛苦。当然，你会认同你拥有的，你可能也会认同别人有而你没有的物品。当你看到别人拥有某个物品时，如果这件物品是你认同的对象，那你就会在这件物品上构建身份和故事。你会因为别人有而你没有感到痛苦和失落，痛苦的程度和你认同它的程度成正比，越认同就会越痛苦。这里面有两种认同对象，一是对这件物品本身的认同，二是对别人有而你没有感到别人比你优越的认同。通常后者会更加影响你的自我感，你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一些措施，包括思想上和行为上的。为了满足小我，很多人甚至不择手段，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常见的。
而且不管是一件物品还是其他的事物，只要是能加强或是会削减你的自我感，它们都可以成为你认同的对象。比如你的身份地位、你的职位、你的成就、你的知识、你的财富、你的体能、你的外貌、你的性格等等，这些都是你可以认同的对象。你会认同什么，完全是受过去的经历影响的。也许你认同的事物在别人眼中可能毫不起眼，别人认同的你也可能会觉得不值一提。也就是说，认同什么不重要，认同的对象是可以互换的，但是认同的模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它会直接影响你的自我感，也就是你把它们当成了你的一部分。对于同样一件事，只要加上我的概念，就会完全影响你的看法。当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，你可能会比较客观地看待和分析，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会大有不一样的反应。这只是单单加了一个我的在里面，变化便如此巨大，就是因为你在这件事上赋予了自我感。不过不论是哪种认同，归根结底来看，它们都是一些思想，只是一些想法而已。这并不表示那些事物没有价值，而是你在它们原有本质的基础上，添加了一个额外的概念，添加了一个虚假的身份给它。经由这些概念，使你变得与众不同，出类拔萃。事实上，你有可能连它们的本质都不知道。不但不知道它们的本质，你也忘记了你自己的本质。你不知道，其实你本身就是本自具足、无限圆满的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摆脱小我的控制呢？有些细心的朋友呢，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小我是后天产生的，它需要以认同为生，而他所认同的事物都是受过去制约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要以过去来确立现在的身份。在小我的世界里，无法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，小我的身份就没有了依据。过去是小我的根本。你可以这样问自己：如果没有过去，那我是谁呢？这个问题可以把你引入当下，前提是不能去思考，而是用直觉去觉知。在当下，小我找不到自己是谁，所以他必须紧抓过去，而过去就意味着时间。小我既依赖过去，同样也依赖未来，因为它有着无法满足和需要更多的特点，它需要未来的成功才能满足它。所以对小我来说，未来和过去同样重要，它需要从未来寻求圆满，只有未来的成功才能让他快乐。但小我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，因为他总认为未来会比当下要好。就算某件事的成功真的到来了，他也无法满足太久。不久之后，他又会认同另一个事物。你可以在生活中留意一下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，你是不是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未来上？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，但头脑却时刻不得停歇。小我总是会把注意的焦点放在过去和未来，当下这一刻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。为什么小我总是不关注当下呢？因为他一直沉浸在头脑的思维中，他对当下本身就没有真正的觉知。他觉知到的当下也是经过了思维加工过后的现在。由于小我呢一直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想象里，于是他便在他的世界里创立了时间，这就叫心理时间。心理时间就像一个时间气泡一样，把你困在气泡里面，让你看不见当下的景色。事实上，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，在宇宙当中你找不到有关时间的证据。时间就是当下。我们的钟表时间只是为了方便生活，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规律来制定的，用来记录生活事件的进展。所以时间不存在。
当下才是唯一真实的点，过去和未来只是头脑中的思想。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当下，当下之外的事物你只能在当下想象，你也无法在当下之外体验任何事物。你所拥有的事物也只存在于当下。而小我对于时间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它会把你无时无刻都困在时间里。你可能经常会有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情况，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或者也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度日如年。这些都是你对时间的概念。时间就是当下，而当下是永恒不变的，只有事物在不断变化，所以时间也就没有快慢一说。好，既然小我在当下无法存活，那我们只要一直处在当下，活在当下，那小我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确实是这样。只要你知道怎么面对小我，怎么处在当下，并且一直安住在当下，那小我就会从你的意识中瓦解，剩下的就是你的自性真我。不过，虽然从小我当中解脱的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它会不断想方设法地吸引你，你也会不断地和它认同。这不只是因为你以往几十年认同它形成的习惯，还包括人类几千年对它的认同所累积下来的能量。从这点来看，你的小我就不能说是你的了，而是人类的小我。你也不需要把小我看成是你的个人问题，你的小我只是人类集体小我的一部分。那我们要如何面对小我呢？答案就是做小我的观察者。你是意识，是觉知。当你观察小我时，你是在当下观察的，你也只能在当下观察。只要你处于观察的状态，小我就活动不起来。你在这里，小我在思维里，你处于当下，小我就无法生存。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可能你对小我还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在观察小我之前，首先可以先从观察思维开始。这是一个你以后可以常做的练习，就是尽可能地观察你头脑里的想法，倾听头脑中的声音。在你倾听的时候，要没有分别心的倾听，不要对观察到的想法做诠释，不要评判，也就是不要对想法产生别的想法。因为一旦你对观察到的想法做出诠释，就表示另一个想法又进来了。这个练习可以提高你的意识水平，因为在你观察的时候，你是完全处在当下的。你处于当下的时间越多，你的意识水平就会越高。你不但觉察到了那个小我的声音，也觉察到了你自己。除了观察思维，还可以观察情绪，观察你看待事物的方法，观察你面对各种情况的反应。例如，你面对高兴的事和令你厌烦的事实的反应，你对小我的反应，以及这些反应产生的情绪。这些反应可能都是无意识的。你观察的越多，你对小我也就会越了解。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痛恨小我，但是你要了解是谁在痛恨，其实还是小我。当你有足够的意识时，你就不会基于小我反应了，不对小我做出反应，小我的能量就会消失，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。当你认识到小我就是完全虚构的幻象，你就不会对它赋予反应了。你除了对自己的小我不予反应，你对别人的小我也不会做出反应，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他们的本质。你只会安住在当下的意识领域，对他们做出有意识的回应，而这个回应也可能是什么都不做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